大家是不是都以为沙特阿拉伯人不用工作就有钱花呀？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呀？无论他们是给别人在打工，或者是他们自己在做老板，都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得到财富的。像那种整个国家国民躺赢在家里就能赚钱的国家真的太少了，可能只有卡塔尔才办得到。迪拜那边的福利待遇也还可以，但是沙特不小，而且人口远远比这些国家人口要多，生活成本非常高。很多人很好奇呀，你拍的视频感觉那边的人都不用上班，每天都吃吃喝喝的。哇，我拍的那只是生活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比方说这一次我们要去利雅得，有很多工作上的行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人搭手，我们只能把肉肉带在身边。来回路上我们要开差不多2000公里。像这样2000公里来回的话，我们已经这是第5次了。从早上开始准备出门，一直到晚上才到目的地。而且我老公这10多个小时他开车是没有人替换的。肉肉真的是很给力，每一次这种行程他都是很乖的，非常配合。饿了就只能泡那个方便面吃。出来以后他自己的作息时间还有他的饮食都是没有办法照顾得很好，但是我们带着他去工作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我们预计出来的时间是4天3晚，但是路上来回我们就去了20多个小时，所以这2天我老公他的休息时间是很短的，差不多就是4、5个小时睡觉时间。因为他们这边聊工作聊得很晚，然后第2天白天早上我们又有其他的行程。利雅得是沙特的首都，是目前沙特最具商业化的一个城市，它的总人口差不多是900多万，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沙特的王储也在重点去发展这个城市。肉肉一直说他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他一直被我们拖着去开会。但是利雅得这边的气候可以干得让你怀疑人生。大龙身边的这个人是大龙表哥的儿子，在沙特有点像沙特的李佳琦，家族在沙特还是比较有名望的。包括我老公，他其实在沙特如果即便是不工作，他也是可以有固定收入的。但是他们非常清楚，那都是家族的一些成就，跟他们个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我从认识他开始，他就开始自己白手起家创业，我也非常支持。所以一个人勤不勤奋，上不上进，愿不愿意为家庭付出，跟他的宗教、跟他的国籍还有文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我发现是什么，就是家里条件越好的人，他会更勤奋，他更喜欢赚钱。而且我告诉你们，我老公有一点打动我的是什么？因为他很省，他不喜欢浪费，他该花钱的时候他花的，但是他真的不浪费。我记得我还在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说要嫁给他，但是他有一件事情非常打动我，他开车到杭州来帮我搬家，搬到上海去。然后当时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可有可无，我可以重新买的东西我就不要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不要，这些东西是可以用的，都是非常不起眼的一些东西，比方说一双手套啊，还有一个数据线，一个路由器，这种东西。我当时在想，哇塞，看不出来啊，你这么会过日子的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他真的是刮目相看，我觉得人真的不可貌相。所以我告诉大家，在沙特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都在忙碌和奔波着，并没有靠着国家的资源福利去养活自己或者家人。如果是那样的话，早就被饿死了。散会。一个沙特阿拉伯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结婚，家里人会祝福吗？我希望我这个视频能够给到那些回族和汉族联姻或者是正在交往的年轻人一点点启示。记得我刚刚下了飞机入境了沙特阿拉伯，从机场往外走的时候，那条路格外的漫长，那种忐忑的状态谁能理解呢？我一个汉族姑娘，马上要见到沙特阿拉伯婆婆家的所有的家庭成员，而且他们都知道我是汉族。一个穆斯林的大家庭怎么去容得下我一个汉族中国姑娘？其实这种发自内心的质疑和这种不确定，是在我和大龙决定结婚的时候，我们2个人都已经有的状态。我们对双方家庭的这种接受程度和包容心，其实也没有100%的那么自信说一定他们可以。这2种天壤之别的文化相结合，毫无疑问的会带来每一个人的担忧。
所以当我们决定选择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去顾虑太多。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把所有我们的担忧和顾虑放在桌面上一个一个解决的话，我相信我们走不出第二步。两个最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大龙是穆斯林，我不是。第二，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认为穆斯林男人他是可以娶4个老婆的，而且是合法的，所以他们的底层逻辑就是嫁给沙特男人是不会有幸福的。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社交网站有人去站出来把沙特的文化和家庭从里到外的把它剖析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双方都无从考证我们的婚姻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负面的正面的都不清楚。大龙第一次见我父母是在我们准备拿结婚证的头一天，大龙的家里人知道我们结婚也是在我们结婚以后的第2个月。我跟大家分享这些呢，并不是在鼓励一些年轻人背着自己的父母先斩后奏，先把婚结了再说，反而我是在建议很多人，如果你自己不具备很强的判断能力的话，我是建议你该走程序的走程序。但是我又想鼓励那些有着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如果对方跟你不是一个宗教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不要先想着你有多困难，面对了多少的难关，你要想一想的是，你们遇到了这么多困难，一起度过了这么多难关，还能走在一起，还能坚定不移的去支持对方，那么我相信你们的爱情和婚姻一定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家人一定比你们想象中更有包容心，前提是他们看到了你的决心，两个人用行动告诉他们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跟大龙在一起，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子，碰到的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足够让对方去确认我们选择的是对的。讲个有意思的事情下班回家打开门就看见大龙对我笑嘻嘻的，好像想让我看什么，但是我们走的那个方向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情。这个是我们的卧室，这应该是肉肉在弄什么的节奏，但是进了洗手间我就不用猜了。你看，果然，你看，我来看一下这次挑的是什么上个礼拜和上上个礼拜分别给我掰断了3个 Chanel， 你看这次我不进来不又没了吗？大龙是绝对不会制止他的。还好我在德国买的口红到了，口红的品牌和色号都很全，价格优势呢也很大，基本上我的彩妆现在都在德物上买。大龙跟我说他跟肉肉算是被救了，我也不追究了吧。我来总结一下每个人呢，在选择将来与你共度一生的人的时候，你要考虑的只有以下几点：对方是否真心，人品是不是和你匹配，对人对事是否有责任心，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否心地善良，是不是你们两个人互相欣赏。这些都是父母和朋友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你把握住了这几个点呢，在婚姻中好好经营，相互尊重，即便是偶尔小吵小闹的呢，也可以把日子过得比较幸福。幸福的定义各不同，但起码你用实际行动告诉你的家人，你的选择是对的呀。我建议呢，还是应该要让自己的父母提前参与对另一半的判断，毕竟呢，他们用了他们的半生去体验了和感受人性。好了，散会。沙特生孩子，国家会给100万的补贴吗？或者是有任何补贴吗？今天我来正面回复一下为什么我今天必须要做个视频来说一下因为今天3胎开放的新闻热度非常高，有很多人会私信，会问我对3胎开放的想法，甚至有人问我会不会考虑3胎，因为沙特阿拉伯人生孩子都很多嘛。我就想问，我连2胎都没有，我现在哪里去考虑3胎呢？所以关于沙特阿拉伯人生孩子，国家会不会给现金奖励这件事情，我来回应一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很多人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很多沙特阿拉伯人家里的孩子是特别多的，对吗？而且他们是真的很愿意生，但是他们很愿意生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不可以堕胎，不可以在小孩子所有指标正常的情况下去做人流的。这个是一个是文化和宗教都有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那边的人真的都很喜欢小孩子，就喜欢家里很热闹，就是有更多的孩子围着自己的感受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呢，他们生孩子没有一个家庭是为了钱，因为政府根本没有任何的补贴，1分钱的补贴都没有 OK。 所以呢，至少沙特阿拉伯是没有这个政策的。虽然人家孩子的确生得多，但原因并不是因为钱。
那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是不是这样子？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是跟沙特一样的，都是没有的。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欧洲国家，还有一些很少的中东部分国家会有一些补贴，但不至于那么夸张。沙特对孩子的补贴是什么呢？就是你出生以后，他的教育还有他的那个医疗都是免费的，但是只对公立私立你还是该怎么掏怎么掏，而且价格非常贵。如果家里的孩子他要上大学的话，国家也是会给他差不多人民币1400到1500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补贴，生活补贴。但是在沙特这个国家来说的话，也不算特别多，因为他们那边物价特别贵，之前的视频你们也看过。但是呢，他能够考出国，在国外去继续深造的话，他国家给出的补贴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好像人民币我上次说的是1万多，对不对？折合人民币1万多。但是呢，有一点，如果他们国家使馆发现这个学生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学校没有好好读书旷课请假，会立马中断他的学习，把他遣送回国。我倒是觉得呀，把这个钱拿出一小部分，在他们当地去那种很偏远的地方去建希望小学，真的，我觉得中国做的最好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读上书，让知识，让教育，让每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沙特那边有更多的空间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最后的最后呢，我用别人的一句话来表达一下我对3胎开放的看法。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它限购吗？关于3胎你有什么想说的，请在评论区留言。散会。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大龙2个人是在没有人搭手的情况下是如何协调的。这种情况真的只有2个字才能解决，那就是团结。有一方有私心或者偷懒，那这个事情都是完不成的。每天早上肉肉起的还是挺早的，有时候6点半，有时候7点，他一起来我就必须得起来。大龙这个时候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我就直接杀到厨房里面去把肉肉早餐先做出来，然后盯着他吃完。这个时候大龙就可以起来接力了，他自己把肉肉送到现在的托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已经把我们2个人早餐全部准备好了，等他回来还给自己做杯咖啡，然后我们2个就可以开始一天当中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吃早餐，大概前后20多分钟吧。我自己上班是1点钟，大龙上班是9点钟，但是他自己的上班经常会被我的一些安排就是推迟，所以早上我们会经常有一些安排去看学校或者是去参观。还好他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早餐以后呢，他就会浇浇花，然后刷一下手机，看一下新闻，我就会马上火速去洗手间，要从头开始弄，俗称装修。第一步就是用雅萌的美容仪做全脸保养，只需要6分钟。它的综合能力很强，提亮肤色，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紧致轮廓。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你会天天用它。也许是年纪来了吧，而且我非常忙，所以我觉得这个步骤比我刷牙还要重要。它是无线的，你充完电可以用很久，你可以拿到客厅边看电视边用。近几年我在生完娃以后呢，我就真的是不敢再偷懒了，特别是在日常的面部护理方面。我也奉劝大家一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和这个护理和不护理真的是区别非常非常非常大。喷子们也别喷我，爱美是女人的天性，那些不爱美不臭美的女人，我只能说你是天生丽质。反正咱们现在是走的下坡路啊，就是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对抗地球的引力。我弄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护理加上化妆，龙先生已经在门口等了，我们就赶紧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奇怪，我1点钟上班，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跟大龙一起出来？因为从我们到了中国以后，每天上午的安排都非常满，一些商务饭局我们都会把它安排在中午，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和肉肉的关系都不会放在晚上。如果哪一天碰上肉肉要上英文课的时候，大龙就会直接把肉肉从托班里面接出来，然后送到我上班的地方去，而且肉肉吃的晚饭便当也是提前准备好的，会让他在上课之前吃好。差不多8点到8点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会从我上班的地方出来，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所以基本上在回家的路上，肉肉已经睡着了。每一次看见他睡着了，被我们从车子里拽出来，他从月子里出来一直都是这种状态，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丝丝心疼，但是我很清楚我们必须得这样，家里的父母有不欠我们的，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一定要帮我们带孩子呢？而且反而让我觉得就是会让我们3个人很团结。有时候啊，我们自己不要让其他的家庭成员置身事外，无论你有多能干，
你也不要包揽下所有的事情，还要使劲夸对方干得好。好了，散会。在沙特阿拉伯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真的过得好吗？其他人我不知道啊，也没有很多了解，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沙特阿拉伯生活的这段时间，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跟肉爸两个人的相处模式特别好，我们把家经营的特别棒。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我跟肉爸也吵架的。两个人的摩擦其实都集中在沙特的生活的这段时间，尤其是前半年。主要的矛盾来源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我在早期的很多视频里面也有吐槽过，就是关于小孩子在那边的饮食、生活的作息时间，都是跟咱们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小孩子在那边吃甜食、吃零食、喝碳酸饮料是没有任何禁忌的，大人是绝对不会去控制他们的。然后小孩子看电子产品，无论是手机、iPad、电视，也是没有任何控制。因此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是什么呢？就是小朋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手机，随时随地可以给他们看卡通片，只有肉肉没有。那无论去谁的家里，都是只能在旁边蹭。我跟大龙会因为这类的事情经常会有争执，他觉得我太过于紧张，因为这些东西在他眼里其实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在一些点上，就是他就是悠哉的，然后我又是个急性子暴脾气，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女儿的健康和成长？再加上当时我在沙特是一个完全的新的一个适应期，就是整个自己的生活都是翻天覆地的，所以经常会对着他发脾气。再加上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那边生活、饮食还有购物，落差太大了。好在呢，大龙是属于那种比较有修养的，脾气也还可以。在频繁的摩擦当中，我们就没有把问题去升级。其实我们俩都没错，成长的大环境不一样，所以认知上也是不一样的。好在现在磨合的还可以，就是大家一人让一步嘛。我也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渐渐的接受了一部分中国人教育子女的一些方法。这个镜头我说个题外话啊，沙特人他们过不过生日？过生日，因为有很多人在问我，穆斯林不是不过生日的吗？他们的宗教不是不允许吗？现在时代变了啊，与时俱进了，有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一板一眼。第二个让我在沙特生活就是一个非常无法克服的问题，就是我的购物和生活习惯过惯了中国的那种便捷式生活，在沙特简直没有办法生存。如果在中国随时肉姐想吃东西，西瓜妈妈，你想吃西瓜啊？对，大热天的，肉肉想吃个西瓜，我动动手机就可以送货上门。我真的回国以后就买菜没有出过门。肉肉最喜欢的水果之一就是西瓜，可以把这个皮啃没了。前段时间还听说西瓜有很多种吃法，有的人蘸酱油，有的人蘸腐乳，还有人蘸辣椒酱。你说是你敢吃吗？你要是蜂蜜啊、果酱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还靠谱。真的是无奇不有呀。有多少人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沙特的时候是怎么买菜的吗？就是在婆婆家那边的话，我们是想吃到新鲜的菜，要开车差不多40分钟，相当于是自己去取了。那超市的水果蔬菜我真的是买不下手，又贵又不新鲜，还种类少。像这种购物或者买菜的体验，我觉得偶尔几次给人感觉挺好的，返璞归真嘛。但是几次以后，你就会非常非常怀念中国很多的那种不起眼的便捷，不需要拿钱包、带卡包，也不需要拿钥匙，高铁四通八达，想去哪里都很容易，火锅都能给你就家里吃。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或多或少的都会因为离开中国的便捷而苦恼。沙特的平台购物是近2年才开始流行的，绝大部分都是受中国的影响，而且向中国学习了很多。在这方面说中国领跑世界，真的是实至名归。好了，散会。大家是不是觉得沙特阿拉伯男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成天聚会跳舞，坐在那里摆造型，喝着咖啡吹牛皮，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其实呢，还真这样。我在沙特这么久，我是真的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在家里做饭或者做家务的。这个跟中国的一些家庭还是真的不一样。我自己的爸爸在家里就什么都做，又做饭又做家务还做卫生。大龙在沙特就是个少爷，真的从来不动手。起码在婆婆家我看到的是，她连个杯子都不会自己去拿，
更别提进厨房的事情了。真的，她这回到婆婆家里就是自动切换成啥都不干的模式。在沙特，男的他们都是不做家务的。如果女孩子你要选择去上班不做家庭主妇也是可以的。无论女孩子怎么选择，男的他都是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开支。你们有见过在酒店里面自己拿吸尘器吸房间的吗？我发现我老公入籍了中国以后，自然切换到接地气的模式。回来了以后，我也挺敢使唤他的。我早期的作品里面都会出现一些很极端的评论，核心内容就是看不惯我嫁给外国人还是沙特阿拉伯人。还有的人更搞笑，为那些喷子挺身而出，说那些喷子是因为担心我嫁到外面去受人欺负。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是一亿个惊叹号，难道嫁给中国人的女人个个都受到了善待吗？我还是那句话，哪一个女人结婚不是鼓足了勇气，踹着自己的后半生去验证自己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这跟国籍跟地域有什么关系？如果老天爷非要塞给我一个渣男，他老人家难道还要看一下人家的护照吗？我现在的确不敢拍胸脯说我跟我老公一定白头到老，但是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做一辈子的夫妻。那问题来了，你说沙特阿拉伯男人他到底是干活还是不干活呢？这个问题就取决于他们娶的是哪里的老婆。如果娶的中国老婆，那活肯定要干起来的，对吧？在沙特我入乡随俗，回到中国的时候呢，管他哪里人也得入乡随俗，对吧？好了，散会。今天用镜头带着大家去看一下沙特阿拉伯的夜市，这是我给他套的一个类目啊，叫夜市。他们本地人说的是地名，反正我也听不懂。这里是靠近吉达市区的，年轻人会来打卡的地方，会出现一些新婚夫妇或者是一个小家庭这样子的人来。为什么没有谈恋爱的？是因为他们那边在没有结婚之前是没有恋爱可以谈的啊。只能通过订婚以后，通过1到2年的时间互相了解，觉得合不合适。这个话题以前的视频也说过，不合适呢就解除婚约啊，各自再找。如果大家对沙特阿拉伯人的恋爱观还有婚娶这一些细节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在留言区告诉我，我再来考虑要不要专门做一期介绍。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其实在沙特待那么久，我就去过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比较活跃的时间是在半夜里，跟我和肉姐的作息时间是匹配不上的。但是这里真的每天有很多年轻人来，大龙自己也是不会来的，因为他也不年轻了。由于时间还比较早，所以好多个都没开，我们就挑了一个做甜品的。哎呀，这甜品你们看看，从里甜到外，里面就是那种面粉裹了很多糖，然后在油锅里面炸出来，然后外面就包一层巧克力。我们3个人就站在那个地方把它全部得完，折合人民币差不多50来块吧。那个甜度我觉得没有多少中国人受得了。接着我们就去了那边一个卖茶的，他们沙特阿拉伯人喝茶很有特点的，无论你是绿茶红茶，但是以红茶为主啊，他们都是要放糖的，而且还要放薄荷，而且放进去的那个糖的比例就是你闻所未闻。一杯那个红茶我老公可以放个5、6包进去。像他们这种移动小店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开的，然后请一些菲律宾人给他们打工。你看这糖他们放起来真的很恐怖的。他这个店比较好玩的是什么？他这个杯子也是可以送给你的，就是连玻璃杯一起卖，人民币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吧。这个杯子在中国如果批发的话，应该是成本几毛钱左右吧。我们这个茶喝完了以后呢，杯子我就要大龙帮我扔一下。然后我们家女儿，你看她说什么？浪费什么呀？浪费谁的？费爸爸的吸管。哦，都是爸爸的。你那你大龙，你告诉他什么是我的？我是妈妈的。爸爸都是妈妈的，所以爸爸的东西都是妈妈的，知道吧？大龙的反应和回复其实还是挺机智的。我们2个人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是不会让肉姐在我们2个人面前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优越感，我们也不会是事事让着她，我们会让她很清楚一件事情，即便是我跟她爸爸会有拌嘴吵架的时候，但是也不影响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教别人当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我也是初为人母，大龙也是初为人父。但是我坚信一点啊，就是在孩子面前做父母的关系一定得铁，
而且要贴给他看。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算你再看不惯对方，也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指责对方，去说对方的坏话。孩童时期的阴影就是可以伴随孩子一生的，谁都不要去剥夺一个孩子拥有一个好母亲和一个好父亲的权利。散会。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也许这一生你都不会去经历的事情。我们先来说几个数字吧。大龙一共申请了3次中国的签证，我的中国护照过期，在沙特又重新办了一个。我们经历的核酸检测加上这次回国的流程，差不多20多次。肉肉和大龙做了2次 IgM 检测，我前后做了11次的 IgM 血清检测。我们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是最接近回国的日子，当时我们已经向沙特政府承诺，离境以后再也不会入境。在沙特封国的情况下，我们尝试了很多离开的方法。做好了所有回国的准备以后，在离上飞机的前7个小时，我被通知我无法登机，因为我的 IgM 的检测报告出来是阳性。那次距离我新冠肺炎康复已经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人算不如天算，我就是那些极少数人就是转阴特别慢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迪拜滞留一段时间，至于滞留多久，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当时的状态就是在疫情期间大家听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滞留了。我们想回中国的难度增加了，第一是因为机票我们可能再买不到了，因为涉及到熔断；第二，我的护照也过期了；第三，大龙入境中国的签证也过期了，这是第2次过期；第四，我的 IgM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转阴，跟极少数人是一样的，就是当时感染的时候病情非常重，康复以后即便是不具备任何传播力，但是 IgM 是很难转阴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想滞留在迪拜，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沙特。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大龙的发挥了，他几乎动用了他平时不怎么动用的关系。像我们这个情况，在沙特这个国家他以前没有操作过，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一例都没有。就是我不是本国人，但是我们出境了，而且保证再也不入境的情况下，我们又要申请再次回到沙特，我们还是选择了大胆的尝试，这总比无止境的等待要好。在迪拜等待的那段时间，其实我的感触还是挺多的，大部分都是显示的比较焦虑，就真的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其实迪拜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经常会去迪拜，每一次的心情跟这次完全不一样。很多人都会对中东这边的一些物价、生活、风俗习惯都很好奇。其实我很多视频里面介绍了非常多，很多方面其实我看到的都是优点，缺点有吗？也有挺多的。你比方说物价它无论是酒店吃住还是一些生活用品，它都会比国内要贵 1.5到2倍以上。我来说个对比性比较强的吧我们女孩子经常用的护肤品，我在沙特1年多的时间里面买了3次，这3次都是没得选，你只能用这个。所有的护肤品只要是国内你能看到的，你在那个价格的基础上乘以一个 1.5到 1.8， 甚至有的是2倍。说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在沙特买的雅诗兰黛眼霜的话，它是460多，买单的时候还要给国家付 15% 的税。这个 15% 的关税呢，这波沙特的骚操作真的受尽了民众的指责。这个 15% 的税什么时候来的呢？就是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的第1个月以后就开始了，规定就是所有的商品或者所有的交易、所有的合同买卖都要向国家交纳 15% 的税。比方说我去超市买个大白菜100块钱，那我买单的时候我要付115。在沙特呢，其实有着稳定高收入的人呢也就还好，但是在沙特真的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是非常低的。我经常会跟那个大龙问同样一个问题，我说我就想知道这些人怎么过日子，吃东西怎么解决，天天吃饼吗？难道？我实在无法理解，加上疫情还有那么多人失业。结果过了4个月，他们又宣布，这个 15% 的税下调到 5%， 这么重大的民众生计问题，太不严谨了。现在呢，沙特呢各大网络电商平台已经兴起了，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边的人民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新型的购买模式，有更好的一种选择，有更好的生活质量。看过我很多视频的人都会疑问，他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挺好的吗？房子住的那么大，有什么不好的呢？草率了那我就告诉你吧，在这种物资匮乏的国家，没有重工业、没有轻工业的情况下，95%以上的商品靠进口，收入高且稳定的人可能生活过得还比较好。
反之，如果收入低而且不稳定的人，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难受的。我们在迪拜滞留了前后差不多个把月的时间，终于等来了沙特允许我们入境的消息。入境的前一天又跑去做核酸检测，如果核酸检测是阴性，我们入境后是不用被强制隔离的。之前在沙特不能回国的时候，天天想着怎么离开，这次滞留了以后，得知可以入境沙特，反而会有一丝丝的安慰。当时在入境沙特的时候，有一个事情非常困扰我。到了沙特机场以后，我们再过一个拱门，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过去的人特别多，我跟大龙还是分开的，他就把大龙给点出来了，就非要打开一个他指定的行李箱，然后大龙还搬错了，他说要的不是这个，要搬另一个。正好那个行李箱里面全部都是我们用的香水，前后差不多5-60瓶吧。是我过去了以后，他就说哦，这是你老婆是吧？这些香水都是你们自己用的吧？我们说当然了，就没什么，就让我们过了。但是我很困惑呀，我们又没有过安检，他怎么就非要在这么多人里面挑出这个箱子，一定要打开看呢？想不通。散会。